小姨，我要忙了，咱们不聊了哈。周阳挂了电话，海童还想说什么的，他已经挂了电话。一个两个都是这样，只要一催婚就挂电话。海童嘀咕，现在他算是体会到奶奶生前的焦虑了。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人，但一个个又单着。奶奶要是还在多好呀。这边的周阳被小姨问了对傅婉宁的印象，那边的傅家爷孙俩坐了几个小时的飞机，总算回到了东城。傅家的司机提前在机场等着，爷孙俩到了之后，司机接上他们。傅董说道，先送我回公司，然后再送小姐回家。婉宁，东西多，爷爷先回公司，你回家，免得你妈担心。傅婉宁说道，打电话给我妈就行，我和爷爷一起回公司。坐了几个小时的飞机，他都有点累，爷爷年纪大了会更累，应该是他回公司让爷爷回家里休息的。爷爷，我回公司吧，你回家里休息半天，公司里也没有大事，我回去就行，晚上我不应酬，咱们在家里吃饭。就这样说定了。傅婉宁强势地道。傅董见孙女坚持，答应了孙女的安排，让孙女先回公司，他回家里休息半天。的确是有点累，老了呀，体力及精力都不如前。还好婉宁长大成人了，在他的教导之下，婉宁已经能独当一面。公司里的人大多数已经信服婉宁，也就还有几个老刺头，对婉宁还有诸多的挑剔。他还在那几个老刺头都是他提拔的，还是臣服于他的。其实傅氏集团的人也知道，不管傅婉宁能不能干，他都是傅氏的接班人，因为他是傅董唯一的后代了。傅家的那些亲戚肖想傅氏集团，可没那么容易。若是傅婉宁还小，能力也不行的话，那些亲戚的算计还真有可能成功。但傅婉宁很优秀，又快30岁的人了，不是什么都不懂的黄毛丫头，深得傅董的真传。再过几年他会更厉害。那些亲戚啊，除了能算计一下傅婉宁的婚姻，傅氏集团他们是沾不到的了。司机送傅婉宁回了公司，才载着傅董回家。傅家是一座庄园，傅董年轻的时候斥巨资为妻儿打造的家园，地方很大。他想着儿子以后娶妻生子，让儿媳妇多生几个，家里就热闹了。谁想到他老婆先走，之后又是儿子。如今傅家庄园里就只住了爷孙3人，工人倒是一大堆，全都包吃住，否则庄园里会很冷清。傅太太知道公公和女儿今天回来，她以为爷孙俩会先回家，早早就吩咐厨房准备好了丰富的午餐。她娘家兄嫂姐妹也都来了，想着女儿回来了，大家一起吃顿饭，人多热闹嘛。饭后她还能和兄嫂姐妹一起打牌。听到外面传来汽车声响，傅太太马上起身就往外走，嘴里说道，阿宁回来了。她的兄嫂姐妹们也跟着一起出去。车子在主屋门口停下来，傅太太满脸都是笑，等着女儿下车。结果只有公公从车上下来，不见闺女。爸，阿宁呢？傅太太问道，她不是和你一起出的差吗？傅董温和地答道，婉宁先回公司了，我一把年纪坐了几个小时的飞机，太累，婉宁让我先回家休息。他看了一下儿媳妇身边的那几个人，客气的道，你们都在啊。傅叔、傅舅舅等人赶紧和傅董打招呼问好。傅董点点头。司机和保镖将车上的行李搬下来，看到那2个大行李箱，傅太太问公公，爸，你和婉宁出门前只带着2个小行李箱的，回来时怎么带了2个这么大的行李箱？傅董让保镖拉着行李箱进屋，他边往屋里走边答道，是战家的当家太太送给我们的，他和阿宁一见如故，知道我们今天回来，送了很多礼品给我们带回来，懒得快递了，就多买2只行李箱装好。
托运，人到，东西也到了。傅太太上前想扶公公，傅董说道：“我自己走。”他还没有老到走路需要人扶的地步，傅太太便没有扶公公，跟着公公走。公司里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吗？这个点应该是吃饭时间呀。阿宁也不先回来吃饭，我早早就吩咐厨房做了你和阿宁都喜欢吃的菜。傅太太对于女儿出差回来先回公司不回家，颇有微词。出差3天了，回来不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吗？而且也只是休息半天，阿宁会安排她的事。傅董淡淡地道。傅太太不说话了，知道公公不太喜欢她问及公司的事，她又不会做生意，公司的事她帮不上忙，但她有那么多侄儿女，那么多的外甥，他们都是阿宁的表兄弟妹，血缘上还是很亲近的，让他们进傅氏集团上班，就能帮到阿宁了。她跟女儿提过几次，都被女儿拒绝了。傅太太不敢跟公公说，她还是挺怕公公的，哪怕公公待她温和，但老人家积微甚久，在她认为自己很温和时，在傅太太看来，公公还是很严厉的。要是阿宁有个兄弟姐妹，她也不用出差回来都不能休息。傅太太叹着气，话里话外都是心疼女儿，其实是希望娘家的侄儿女能进傅氏集团。她娘家的公司不太好了，要不是傅氏集团给一点单子，她娘家公司做，可能都要倒闭了。如果侄儿女能进傅氏集团上班，他们又能当高管的话，肯定会和自家公司多合作，那样她娘家的生意就能回到最好的时期。阿宁年轻，在飞机上又睡了几个小时，她真的是从上飞机就睡到下飞机，休息够了，不会累着的。傅董哪里不知道儿媳妇话里的深意，亲家那边的人时常过来游说儿媳妇，得亏儿媳妇没能力，他也不让儿媳妇碰触傅氏的生意，否则傅氏集团还真有可能会落到亲家的手里。所以阿宁从小就由他带着，他就这么一个孙辈，视若眼珠子，在培养孙女时，他都是亲力亲为的，不假他人之手，信不过那些人呀。傅董那样说了，傅太太也不好再说什么，总不能抱怨公公回家休息，让他女儿回公司吧。公公年纪大了，先回家休息是正常的。他是觉得公公和阿宁一起出的差，爷孙俩就该一起回来。傅董不管儿媳妇想什么，他略作片刻，便进餐厅吃饭。傅太太等人自然也跟着一起。吃饭的时候，傅舅舅试探地对傅董说道：“傅叔，阿宁28岁，不小了，也要让她恋爱恋爱，找个好男人嫁了。工作很重要，但婚姻大事也很重要。阿宁只听你的话，你跟她说说。要是她愿意相亲，我这里有2个好人选，都是咱们本市的人，离得近。他们年纪和阿宁差不多，人也老实本分，阿宁试嫁是招上门都可以。”傅太太的姐妹也赶紧说他们那里有人选，生怕傅董选择了哥哥推荐的人，他们的人选都是跟他们私交很好的，若有一个人能和傅婉宁在一起，他们得到的报酬很高，而且以后还能有源源不断的好处。傅董没有拒绝，他喝了2口汤，又夹了1筷子的菜吃了后，问道：“阿宁舅舅，你说说你帮阿宁看中的是谁？我认不认识啊？”傅舅舅笑着：“认识的，都认识的。我一个朋友的儿子在外国读的大学，大学毕业后回来找了份工作，收入是不如阿宁，但人很好，脾气温和，长得也好看，家里有兄弟2人，所以上门都可以。”说着，傅舅舅说出那个男人的名字，林家的2少爷林浩。傅董想了好一会儿，才想起林家是哪个林家，跟他亲家是邻居，私交很好。林家以前还不错，后面就跟他亲家一样，生意走下滑坡。现在公司虽说没有倒闭，但也起不来了，就那样半死不活吊着。林家是有2个儿子，
大儿子在自家公司上班，大概是要接班的了。二少爷林浩，副董在他少年时见过，长得好看是真，但要说脾气好、老实那未必。总之，副董是看不上林家的儿子。副舅舅给婉宁介绍邻居的儿子，打的是什么鬼主意？副董哪有不知道的？要不是表兄妹不能结婚，副舅舅恨不得让自己的儿子和婉宁在一起吧。那孩子我有印象。副董淡淡地道，他没有说答应，也不说拒绝。是吧？他是我邻居的孩子，我看着他长大的，就是阿宁小时候都和他玩过，大家知根知底的，离得那么近。阿宁嫁过去也不用担心被欺负，我当舅舅的肯定会护着他的。上门的话，林浩也可以进复室上班，帮阿宁分忧解愁，不需要他帮忙的话，让他顾着家里也行，他工作轻松，每天下班回来可以做做家务，以后生了娃让他当个奶爸，不用阿宁操心。傅太太却说道，哥，林浩口花花的好不好？他长得是帅，越是帅的男人越不好掌控。阿宁那么忙，若是夫妻俩很少相处，他会不会给阿宁戴绿帽子？娘家邻居的儿子，傅太太当然熟识，他那是能说会道，口才好，口花怕什么？心不花就行。他长得俊，以后生的孩子就会特别的好看。他说过，他若是结婚就会忠于家庭，忠于婚姻，不会给阿宁戴绿帽子的。有我们看着，也不能够让他给阿宁戴绿帽子呀。傅舅舅极力地推荐林浩，在他看来，自己外甥女颜值不算高，要是和林浩在一起，以后生的孩子颜值会提高一个层次，改善一下后代的基因。外甥女就是家里有钱而已。其实像外甥女这种女强人，很多男人欣赏但不想娶回家，特别是那些能力强的年轻总裁，怕大家都强势，婚后容易吵架，谁也不服谁。林家要不是生意下滑，想结一门富贵亲，人家林浩还看不上他外甥女呢。这些话傅舅舅当然不能说出来。我觉得林浩配不上阿宁，阿宁眼高于顶，也看不上他的。傅太太自己都看不上林浩，他耳根子软，向着娘家是一回事，挑女婿又是一回事。是他很着急女儿的婚事，但也要找个门当户对的呀。林家那样的情况，阿宁和林浩在一起，不是扶贫吗？娘家生意不太好，靠着婆家生存，傅太太总觉得在公公面前抬不起头。女儿有时候也说她总向着娘家，但那是她的娘家呀，娘家也曾风光过，否则她当初也嫁不入傅家。老公早死，她重感情，坚持生下一妇女，没有让傅家绝后，又守了几十年的寡于傅家，她是有功劳的。公公对于她总是资助娘家，睁只眼闭只眼，娘家生意不好时，公公也愿意拉一把，让娘家的公司不至于倒闭，一年下来多少也能赚点钱，维持着一家人奢侈的生活。但让女儿再去扶贫，傅太太是不乐意的。她是遗憾不能给亡夫生个儿子是女儿，也只能认了，她晚年也要依靠着女儿。傅太太是真心盼着女儿好的，不像傅舅舅他们更多的是为自己谋好处，算盘打得啪啪响。哥，你给阿宁找个靠谱点的。我觉得林浩不行，不适合阿宁的。林浩怎么不靠谱了？他口才好，以后才能帮到阿宁。阿宁跟人谈生意就需要口才好的。傅舅舅说道，我是阿宁的亲舅舅，一向把阿宁当亲生女儿看待，我是盼着阿宁好的。不好的男人，我能给阿宁介绍吗？哥哥这样说，傅太太沉默了一下后，说道，哥跟阿宁说一下，看他什么意思了。我只帮阿宁长长眼，真正做主是阿宁自己。傅舅舅说道，行，我明天就去公司找阿宁，跟阿宁说，让他抽点时间和林浩吃顿饭。
喝杯咖啡，好好聊聊。小时候一起玩过，认识了那么多年，很容易聊熟的。要是让阿宁去相亲，我们给阿宁介绍的男孩子，叫阿宁也一并去看一看吧。当阿姨的赶紧对傅太太说道。傅太太看向公公，见公公自顾吃着饭，似乎并不反对的样子。她说道：“得问过阿宁的意思。”